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30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是YouTube 和 Clubhouse 两个平台同时直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弱者的复仇，中国5月暴力事件背后的逻辑和现实啊。那么过去的5月份即将过去啊，那么今天是30号啊，那么在这个5月份当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而且都是非常残酷、残忍的暴力事件。那么这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并不是说5月份发生的特别多，而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事件被曝光曝光在大家面前。我相信，在中国各地每天都在发生这种类似的事件，只是它没有被曝光而已啊。所以其实，我们因为它发生了，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去观察它，我们要分析它背后到底发生的是什么。我先讲讲这个5月份发生的事情啊。先说的第一件事情，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5月22号，辽宁大连这个劳动公园北门发生了一个惨烈的车祸啊，一辆据说是宝马车吧啊，那有几十个人过马路，沿着斑马线过马路，然后有一辆车高速冲向人群啊，那么很多人被撞飞落地啊，因为那个视频非常的清楚啊。那么事故造成4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后无效死亡，5人受伤。那么肇事者逃逸，很快就被警察抓到。那么事故中遇难的有一家3口，全死啊，非常惨啊。还有一名高中生，抢救无效死亡的是一名男子，总共是5个人啊。这是5月22号，5月24号，阜新市辽宁省阜新市市政府门口发生一个重大爆炸案，一辆电动单车缓缓地靠近从市政府驶出的黑色轿车，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死多人受伤啊。后来这个新闻就没有再多的细节，这件事情就被压下来。这是5月24号，5月28号，湖南郴州砍杀小学生啊。当地时间5月28号下午1点50分左右，湖南省郴州市白鹿塘综合大市场附近的地下通道，一名男子用黑色的刀具砍伤5名小学生，其中有1名小学生遇难啊，就砍中这个脖颈处啊。那么现在郴州市急救中心说5人的伤势都比较严重啊。那么视频显示2名小学生正准备通过地下通道的时候，站在楼梯边的栏杆台子上有一个黑衣的中年男子快速地走向他们，挥刀砍伤2个人，然后迅速跑下通道啊。其中一个小学生倒地，另外一个小学生捂着头跑开。那么还有视频显示，一个小学生躺在路边，颈部扭曲，头垂在胸前啊。后来这位小学生就没有救过来。那么学生倒地处有一个书包，有一滩鲜血，那么人已经被运走，远处有个家长啊在那里抱头痛哭啊。这是非常残忍的场景。那这是5月28号，湖南郴州，然后是南京新街口啊。那么5月29号，江苏省南京市新街口洪武北路和中山东路交界处发生了汽车相撞事件，肇事者姓吉，叫吉某某，驾驶租来的白色轿车在这个秦淮区金銮巷把他的前妻撞倒，然后还把他碾压，然后逃离现场。慌乱中发生交通事故，和多辆车相撞，然后呢就车没法开，他下车拿着刀子抢了另外一辆车，然后继续逃，又发生交通事故，又被截停，然后下来刀捅5人啊，用刀子捅了5人，后来自杀未遂，警察把他制服。这是5月29号啊。那么5月24号，河北沧州市
华北油田采邑中学啊，那么一名男子持刀在校园行凶，砍杀多人啊，伤亡情况不明，后来没有后续报道。5月25号，河南南阳一名66岁的退休男子在南阳68小学用持棍殴打小学生，12名学生受伤，2名路人受伤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网上已经看到的这个事件啊。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事件没有曝光，因为中国媒体不曝光这些暴力事件。在这些暴力事件这个背后有各种理由啊，有婚姻失败，有投资失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些理由跟受伤的人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只有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新街口啊。新街口是他跟他的这个前妻发生情感纠纷啊，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跟受害者有任何的关联。那么他们有个共性，第一就是暴力啊，就是非常残忍的暴力，拿刀子拿棍子用车辆等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象都是弱者啊，就在手无寸铁的对象啊。第三个，他本身也是社会的弱者，他不是个强者，他不是当权的人啊，他也不是警察，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啊。第四个就是他没有明确的对象，他就是所谓的用中国官方的语言叫报复社会啊。我看到了一本书啊，这本书是这个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教授啊 James Scott 在这个1985年到1990年，他写了2本书，这其实有名的是3本书啊，这2本书跟他有关系。其中一本书叫《弱者的武器》啊，我今天的标题是借用了他的一个概念，它叫弱者的武器，叫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英文叫 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the Peasant Resistance 啊，这是1985年出版。另外还有一个叫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啊。那么这2本书呢，是他在这个马来西亚的田野工作啊，收集的材料作为一个素材啊，来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过于奢侈啊，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啊。经常很多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有鉴于此，Scott 认为，他们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平常的持续不断的向他们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人进行抗争。他说这种抗争是持续不断的、平常的啊。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什么呢？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盗窃、装傻卖呆啊、诽谤、纵火、代工啊，很多这种形式。这些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 啊。那么这种阶级斗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他们共同特征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和计划，他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个体的自助形式，并且避免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权威啊。那么了解这种频繁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这个我马上想到人民公社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者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那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不合作、偷懒、欺骗这种蚕食这种治理的策略那么 Scott 反对
把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的反抗视为无足轻重或毫无意义啊。他说是这样，他说是这类反抗的长期以来正是最有意义的、最有效的，因为它适合于农村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什么呢？就是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这个很像什么？这其实很像中国社会现在的状况。中国现在的状况，中共非常的敏感啊，他知道任何的组织都有可能对抗他，所以现在中国社会，当然这不是中共干起来，中国的皇帝一直在干这种事情，就是把中国的社会打散，碎片化，变成一盘散沙，他就没办法反抗它。其实这就很反映 Scott 在这描述农村社会的现状啊，其实反映了现在中国社会的特点啊。那么他在这样，中间有很多我就不念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还必须加上对镇压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就是你在考量他、分析他的政治行动的时候，你除了考虑他本身的行为特征以外，你还得加上镇压的制度、暴力的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意识形态治理是什么？就是洗脑，就是我们现在的洗脑制度啊。那么面对他这么说，他这个结论我觉得非常重要。面对强大而细密或者叫绵密的统治，对立双方因为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对垒的对手，因而弱势一方的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啊，就是他的反抗他没办法打，因为力量悬殊太大，它就会发生什么哪些畸变呢？我把它调理了一下。第一，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啊。霍布斯他是14世纪的一个思想家。那么霍布斯他有个理论，他一个什么理论呢？他主要是阐述一个，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它的契约的时候，他其实在讲这个社会契约的问题。当一个社会失去它的社会契约的时候，它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它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人都因为没有契约，没有社会契约。当没有社会契约的人，所有的人都会想办法去用个人的努力去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防止别人侵犯他的利益，因为他就失去了社会的共识，所以他就会形成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他处于的情况，你可以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就在发生，就是不信任任何人啊，任何人背后可能都是有恶意的。然后呢，把握任何一个可能机会去摄取利益，就是你看到地下有钱包，马上捡起来，马上跑掉，基本上用这种方式捡到一个手机打回去，然后要他给钱等等，这就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或者是甚至是什么，甚至是弱者欺凌更弱者。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我想尽一切办法摄取利益的时候，我从谁开始下手？我从更弱者下手，因为那个地方更容易获得利益。为什么？社会契约失去了。当今中国为什么会失去社会契约？因为政府不再坚守它的底线，政府底线没有了，政府变成摄取利益的最大的力量，而且你没办法反抗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种反抗呢，不能改善弱者的生存境遇，也不能使社会制度变得更加合理，没有效果。就是一方面，就是这种形式的反抗，
一方面不能改善弱者的生存境遇，就是他的生存境遇并不能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这个社会制度的安排。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由于他反抗是有伪装性的，所以呢，他是用表面顺从的方式来代替这个实际的反抗，就是他假装顺从，他实际上做一些反抗，而这些反抗看上去又不像反抗的样子。它的效果是什么？它的效果是强化统治者的权力，是第三个。第四个，弱者的武器的反抗逻辑它的效果是强权毫发无损，反而会增加什么？反而会增加镇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就是我们现在5月份看到这个暴力事件，黑色的暴力事件，它更像什么？它更像是向更弱者下手啊！我在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想到我们最近最流行的2个词，一个叫内卷，一个叫躺平。内卷其实有2个条件，内卷就是什么？内卷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社会制度没有办法改变，而这种社会不公的制度没有办法改变，铜墙铁壁，这第一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内部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你就没办法改变这条件，你就僧多肉少，对吧？这个僧多肉少，这个你怎么办？那大家就要抢，竞争激烈的时候，那它就会变成越来越复杂，让内部的关系，让内部的运作变得更加复杂，就是其实是竞争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这就是内卷。然后躺平是什么？躺平就是弱者的反抗，也是弱者的武器。所以这个场景是什么？现在躺平，所谓的躺平，就是现代社会当今中国的这个场景啊。第二个，参与者其实更多的是年轻人，年轻人无法突破他现有的困境，做什么努力，怎么拼都没有用，又没办法反抗，怎么办？那我就躺平。所以你看，最近的这个官方媒体开始批判躺平，为什么批判躺平？批判躺平是因为他觉得制度受到了威胁。那《弱者的武器》这本书其实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什么结果？弱者的武器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由于它的广泛性，由于它的普遍性、广泛性，它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严重的后果会颠覆制度。我就想到了什么？人民公社。我讲人民公社。现在年轻人已经很知道人民公社的不太多啊。人民公社是一种生产组织，也是一个基层权力啊。那么核心是生产队。1958年存在，1958年到1984年啊。那么它是计划经济，在城市就是单位啊，这个计划体制，在农村就是人民公社啊。那么它既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我讲一下，简单介绍一下。1958年12月，中共9届六中全会决定这个实行这个人民公社啊。那么1960年就开始全面，实际上58年全面推开了。那么然后到了60年，农业危机加剧，人民公社之后，其实到了58年，到了60年，农业就出现了危机。然后就开始分散就是由高级社降到低级社，发还自留地，食堂解散。58年开始，很多地方开始建农村食堂，敞开肚皮吃啊。到62年开始缩小公社的规模，
公社会从24000个增加到74000个。62年，然后把生产资料划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3级所有。到62年，人民公社的这个制度就趋于成型，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人民公社的改造。从1958年开始，当时这个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样，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有什么？哎呀，忘记了，不说了。人民公社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人民公社造成的后果就是粮食工农业产值大幅下降那么58年开始人民公社，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了15%，1960年到1961年粮食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到了1951年的水平。那么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大家就知道这个产量的情况。1958年4000亿斤，1959年3400亿斤，1960年2870亿斤，1961年2950亿斤。我们可以在这个数据当中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的是第一个，人民公社制度对粮食生产或者是对生产力的破坏非常的严重。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背后看到的是什么？你想一下，1958年当时所拥有的农村的土地农地和1959年是没有区别的，1960年也没有区别。当时的生产工具当时的生产能力也是没有区别。可是你看粮食产量就下降了这么多，你可以看到，这就是 James Scott 在《弱者的武器》里面描述的这种没有约定的、分散的、被掩盖的普遍性的反抗。这种普遍性的反抗导致了什么？导致了1960、61、62大饥荒大饥荒。但是另外一头，这个反抗也导致了农村集体化的破产。最后你看，中国的改革是从哪里开始？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最后是分田到户，分田到户就直接就消灭了人民公社。最后的是什么？农民用自发的形式把这件事情给翻过来。这个结果是怎么得来的？这个结果就是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农民通过代工、通过偷懒、通过各种方式普遍性的反抗，导致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存在下去，因为它会饿死人，连共产党都没饭吃。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线路。但是另外一个线路，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5月份发生的这一系列的黑色的暴力。这一系列黑色的暴力，它背后是不是一种反抗，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暴力，看到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今天在这个什么呢？我今天在推特上看的微博一个段子是怎么说呢？这个段子是一个叫阿拉豆奶儿子陈的一个这个微博的用户在5月29号发的。他说是这样，他说今天中午6号线东夏园地铁站，应该是北京因为一个儿童玩具水枪，儿童玩具水枪就这么大，途中的警察手里拿着，说有危险性，整个列车耽误了1个小时。先找地铁领导请示，然后找警察鉴定，警察不管，地铁安检人员继续找警察请示，太可笑了。他说地铁人员说为了安全，这个玩具10厘米没有水，塑料制品，彩色，太危险了。原来中国纳税公民的钱是用来养这群白痴的，请中国警察干点正事，请北京地铁合理安检，
不要耽误乘客的时间，请北京地铁训练一些脑子正常的工作人员。这件事情其实看上去其实在中国最严重的安全事件是什么？每天都发生的最严重的安全事件，就是全世界最壮观的安检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中国的地铁站，全中国的地铁都有安检。那这个人，这个规模，这个人数举世无双，这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有没有安检，反正在美国、在加拿大是没有，甚至他建地铁票都没有，很多地铁站连地铁检票都没人检。但是在中国，每个地铁站都有安检，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安检。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什么？我们通过这些事情，一系列这个事情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个政权越来越脆弱，非常的脆弱，而且变得越来越草木皆兵，越来越什么歇斯底里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归纳有3个特征。第一个，对意见，就是对不同的政见者，这疯狂封杀到疯狂封杀，这个不可理喻的封杀，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对意见、不同政见、不同看法、不同学术观点，他的封杀已经到了疯狂、不可理喻的地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动作粗野。当今中共已经，我们见到的所有的政权，没有比中共更粗野。你想一下，在新疆100万级别的这种关押，100万级别的关押，你见过吗？全世界没有，古今中外没有过。它的粗野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新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神经过敏。刚才这个玩具水枪，你说玩具枪还有仿真性，这个玩具水枪，我看那张照片，那玩具水枪纯粹是小孩子沙滩用的玩具水枪，他已经神经过敏到了神经病的地步，歇斯底里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事件。我们今天就选择这个题目让大家我们提供一个分析的原材料和基础我做一个这样的铺垫，话题的铺垫。我就讲这么多大体上提供几个线路给大家看。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注意2点。第一点，请大家的观点和提问围绕着今天的主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因为很多人都想讲，所以尽量的控制在1分钟，好吗？那我就先 Amy， 我先在这个 YouTube 平台上面看看大家的意见，然后再让现场的网友来发表观点，好吗？好的，那个 Clubhouse 的那个小伙伴，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先举手上来排队。那等一下我们就按麦序来开麦吧。那王老师你先来。好，观点：中国现在就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高压锅，弱者的报复往往是针对比自己更弱的弱者。在 CCP 的统治下，弱者的复仇更带有恃强凌弱的基因。越来越多的类似的报道，恐怕会引发更多的 copycat OK， 情绪现在连老百姓躺平都是一个不被允许的动作，也只有采取一些过激的动作对社会进行报复。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报复的都是老百姓？难道弱势群体在被报复的选项里也是有优先权吗？我觉得是这样，提问，请问王老师，报复的对象几乎都是无辜者，是平民百姓，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谁来承担责任？我先答后面这个，谁来承担责任？当然政府在承担责任政府是所有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背后是什么？
就是社会契约不再存在。社会契约的维护者是谁？政府。当政府不再遵守社会契约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有契约了。社会契约，比如说我们的财产，我们是财产不能被侵犯啊。那在中国，你的财产其实就暂时存在你那里，政府中共可以随时把你拿走，这就是社会契约。社会契约你不认账的时候，政府不去认账的时候，这个社会契约就不存在。当社会契约不存在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变成什么？所有人反对所有人，那就是或者我们讲现在比较流行、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什么？弱肉强食，恃强凌弱，这就是你看着发生的事情啊。这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些啊。观点 ：CCP 最大的恶是让人漠视生命的价值。常有人说死几个人算什么？连续的报复社会的犯罪是应该让整个社会反省的时刻。可惜 CCP 只用洗脑和掩盖，把高压锅的盖子盖得更严实了。情况，这些事件在中国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只不过现在媒体发达，手机传播速度快，知道的人多而已。我从维稳办到信访办工作这么多年，所有公职人员都习以为常。在中国，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挑战政府的。普通人死在多对政府普通人死在对政府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情况越来越多感受到国内微妙的形势，虽然身在体制内，却又实在克制不住刺破谎言、寻求真相的渴望。为了消解翻墙被请喝茶的恐惧，我自作聪明，开始在朋友圈转发官媒一些激进的洗脑文章，像什么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紧密团结、为国奉献，希望把自己塑造成热血小粉红的形象，可以让处境相对安全一些。同一个人，内外却是两个世界，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我想墙内和我一样的朋友不在少数。OK， 观点：前几天在讨论躺平主义，这和报复社会的犯罪来看，简直就是最美好和平的生活方式了。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我刚才在找来这本叫《弱者的武器》这本书，这本书在国内已经出版，只不过呢，他把前面的那段话给后面的那个反抗的话删掉了，他题目只保留了《弱者的武器》。我看一下是什么出版社，大家可以买来看一下啊。这《弱者的武器》哪个出版社啊？译林出版社2011年已经出版，叫《弱者的武器》，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弱者武器》这本书其实描述的场景既包含了什么？既包含了躺平主义，又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弱者欺凌更弱者，还包含了什么？还包含了人民公社的失败。所以这本书其实它很厉害啊，我觉得值得大家去买来一读啊。观点：中国媒体一直渲染所谓的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我也经常在自己身边的人听到这种言论。还有人说，在美国晚上不敢出门，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但在中国南京西街口人来人往的闹市区，也能发生这种光天化日的道路上蓄意的车祸和随机杀人，无非官方一直压制罢了。看到这么多案件，他们是怎么有脸讽刺其他国家治安情况的呢？我经常讲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中国的治安很好这件事情是个无耻的谎言啊！为什么？你有本事把所有的案件全报上来，放到人民日报上去试试看，你看看人民日报那几张纸够不够放？你看看美国的所有的治安案件全在哪里？全在 CNN 上 Fox News 上啊！所以你要试一下全国直播，你试一下，那你看看这个电视台会报些什么新闻？所以中国的所谓的治安的问题是无耻的谎言，你就不别的不说，我就说经常说的一个话就是防盗网，你看看防盗网就知道。观点：台湾也有这种反抗社会
或者莫名其妙的无差别杀人或者伤人事件。哪怕治安优良如日本，也偶尔有极端的事件。但民主国家是开放言论自由、媒体报道自由、司法独立、反对党，这些去制衡和纠错政府。台湾遇到这些事情，好的话蹭个热度，能逼官员改变制度，但有些时候共犯结构太深，改革无法一时半刻。OK， 观点：中共的执政水平是真的不行啊，光深圳就能看得出来。最新的七普人口公报，1750万人，2000平方公里塞这么多人，内卷严重。关键中央还要求大城市限制土地开发。好，Amy， 我留点时间给 Clubhouse 吧。好的。那个安在吗？哦，在。哎，好，你可以慢慢。哎，好。黄老师好啊。这几天确实我们5月份看到很多这种事情，我也是怎么说呢？中国这种事情也是以前也是见得挺多的。然后我刚刚听王老师讲到那个，就是说这个，就是那本书介绍的那个观点，我是第一次听说，我觉得还是，就是原来很早就有这种观点，也是总结的很好。但是我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世界各国都有底层人觉得生活很困难、活不下去的这种状况，是不是？怎么说呢？但是对这个社会无差别攻击这种的，好像就中国人比较偏多一点。以前我记得比较典型的那个厦门陈水肿的案子，收拾一个公交车的人，还有去年吧，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就四川的一个驾着公交车冲到江里面去。哦，那个是重庆万州啊，重庆的公交车直接冲到河里去。这种的事情可能恐怕是中国特别多吧，就是世界各国，包括我在这边，就是说穷人有啊，就是觉得生活很困难的呀，但是好像就是这种因为自己的困难压抑或者受到不公待遇，然后转而向整个社会这种去施害的施暴的，好像真的是很少见。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中国的这种文化和现代的这种制度，让最穷困的人没有发声的渠道，就是没有救济渠道。所谓的这个叫做我们中国的上访制度是形同虚设的，一个虚假的这种幻想。我觉得跟这个一个是有很大关系的。另一个呢，我就是看到那个微博上很多人对最近这些事件的普通民众、普通网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呢，很少，可能也应该也有舆论故意引导删掉言论的原因哈，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几乎看不到那种对制度的反思，对社会治理的反思，而更多的是对这种犯罪人员个体的那种憎恨要求临时处死，要求对他们家庭连坐、父母家人连坐这种思想，居然在微博上呢，很多人在发出来，在讨论。当然，可能有那种理性说讨论社会问题的制度问题的呢，可能也就被删掉了吧。但是这种言论那么多的出现，也是让人觉得怎么说呢，难以理解。我觉得就是好像中国现在还是这种落入强势的丛林制度，好像从来就没有改，从上到下。我们看前不久那个王杰石委员吧，应该是在和美国那个布林肯他们谈的那个时候就说，美国就是应该大概就是用的就是这个，你现在美国现在没有以这个实力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就他的潜意识里，就是他透露出来的观点就是你有实力的时候 OK 我听你的，但现在我中国有实力，你没有实力了。其实他们一直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宣传机构包括普通老百姓是经常用这一句的，后来可能是有意识的觉得这句呢太丛林社会的那种规则了，就不用了，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说是毛泽东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但是呢这句话背后显示的就是丛林社会的一套逻辑，一套野蛮逻辑。
现在虽然不明着说，但是呢，时不时的透露出来，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呢，好像也是这种逻辑，让人觉得是，国内很难说看得到希望。我基本上是这种感觉，谢谢。艾米，到我好吗？好的，好的，好的。OK， 这里因为实在太多了，我要赶紧念一下。观点：在强国对媒体绝对控制下的舆论环境，在特定的时间让老百姓看到特定的新闻，可以有效的释放当下底层老百姓的特定的情绪，既能起到很好的控压阀的效果，也能有效的测试底线人民的实际底线。这是一种无耻的帝王术，玩弄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大部分人在濒临绝望的时候，想要反抗的时候，看到一些极端的例子，会再次说服自己好好活着吧，活着比什么都强。提问：在中国社会，暴力、犯罪、大大小小事件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因中共一直操控舆论、控制媒体，所以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也看不到这些新闻。为什么5月份这么多新闻被曝光出来？是中共有意发放这些信息吗？还是网络控制出了问题？我们不必揣摩吧，也肯定不会故意放出来。我们不必刻意的去揣摩中共的意图。为什么？其实中共本身也是千疮百孔，他要领导重视，所以他才摁得住，就是用人啊什么的控制去，所以我们网友通常的反应是，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可能是他有意图的，你会把它想象成一个万能的机器啊，其实不是的。中共它本身就是连滚带爬，不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它是有意的，所以出问题，它不是出问题，它本来就是千疮百孔。你不信，我不知道怎么去那个什么，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这个可能性零，就说你在他的后台基本上也是乱七八糟。就是他并没有那么严，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啊。观点：内卷与躺平主义是相互因果关系的，因为内卷造成资源不公，弱者可能选择了996，也可能选择了躺平，更有另一批人选择了更弱者施以暴力。OK， 观点：人如果身处压力和恐惧的环境中，真相还是谎言，对他来说已经不再重要，让自己能够生存下去才是最后的底线。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会给自己洗脑，强迫自己选择去相信那些荒谬可笑的论调。不知道这算不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实到了生存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生存还是不生存，只是一线之隔，经常你可以看到，人在这个时候是非常脆弱的，非常脆弱的。情况：北京地铁安检，每个出口有6到8名安检员，一个负责测温，2个安检门有4个安检。扫描设备有2个安检，进站后早晚高峰，地铁进站门口有3到5名身穿黄色衣服大妈负责安检，进到车厢也有列车安检。很多人经常讲这个也挺好啊，这个可以增加就业。你以为那里面都有你的钱？你以为都在车票里面的都是反正到时候政府补贴里面的钱从哪里？都从你身上搜出来的。观点：当然媒体不会报道，从来这样随机杀人案都没有一个详细报道，媒体也不深究其原因，就一个通报草草了事，说某天某月某日有人因为失恋在街上杀人，似乎有人莫名其妙杀死是件稀松平常的事。观点：
共产党能控制所有国民，但它不能对抗科学和客观规律。新冠病毒是科学问题，疫苗不行就是不行，绝不会因为有宣传部而变得温柔。经济是客观规律，也不会因为宣传部而改善。这就是他目前的困境。很棒，这个说的非常的到位。观点，正是因为社会契约的不存在，才出现了躺平的情况。大家都不需要对政府、社会的责任进行负责，所以躺平就是中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观点，中共的无神论彻底地切断了中国人精神的最后归宿。我曾经有机缘深入宗教，现今我对外从不宣称我有宗教信仰，因为在墙内任何一个宗教都被彻底的玷污，成为精神的侮辱，而不是精神的归宿。情绪，1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多的伤人报复社会案件，整个社会似乎已经在动荡中飘摇。我是个有孩子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受伤的都是底层百姓、妇孺和孩童。观点，有人说那么强大，要怎么反抗？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让中共为恶不那么顺利。我们或许无法直接抵抗中共，但是可以用各种不合作的方式，让中共为恶的成本提高。或许躺平真的能够带来改变。看见没有？大家看法开始出现变化了，想法开始出现变化了。观点，为什么中国社会在如此高压下还如此稳定？这一切源于儒家思想。我不同意这个话。高压下如此稳定，中国现在稳定吗？这个现在非常的不稳定。如果很稳定，你的地铁站安检成这个样子，刚才网友说过啊，安检到车厢里头还安检。你看看美国大部分地铁站是没有检票的，是没有人检票的。加拿大大部分地铁是没有人检票的，那才叫稳定。你一个地铁站各个出口10几个人在那做安检，那叫稳定，那不叫稳定，那叫不稳定。情况近2年明显感觉到身边的亲戚朋友家庭矛盾越来越激烈，发生于家庭内部的凶案越来越多，越是房价高的城市越明显。就像杭州的杀妻案，导火索就是房子，让恩爱多年的夫妻变成一起惨案的主角。OK， 观点，如此密集街头杀人案完全是底层已经活不下去的哀民和市井。每次这样的恐怖袭击发生，官方不做背后的调查，因为知道结果令人不愉快，以后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中国会变成人间活地狱。观点，中国的行政费用是 GDP 的25%，而日美这个数据都不到4%。从地铁安检大量维稳的经费，也不难理解这个结果。这么重的负担对社会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对国民的负担可想而知。什么东升西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所以其实我们讲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每个层面都是互相关联。为什么中国没办法形成有效的内需？中国有效的内需，因为钱都被政府拿走了，钱被政府拿走，老百姓手上拿的钱就很少，而老百姓手上拿到的这些钱不足以维持他们体面的生活，这就会出现躺平，996就这么来的。然后你没有钱不够多，最后导致的后果是什么？他没办法靠内需啊，因为内部没有需求啊，因为没有钱，所以只能靠出口。所以中国经济体依赖出口这件事情是不能改变，无法改变。为什么？因为政治结构的问题。观点，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底层人失去了发声的渠道，以及没有得到社会的帮助解决问题。以香港为例，在6、7暴动后，几乎已经没有再发生过无原因的伤人事件。
正是因为当时殖民政府改革，引入民主议政，以及设立各种机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提问，请问王老师，现在中共这个政党所谓的党性还有吗？习的红旗插遍全球，与习的中共政党性质的变异，习是否不能保持中共的自洽性？党性是什么？党性是什么？但是知道党性，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党性是什么？党性无非是两样事情。党性就不是人性就完了吧？不行，那不行，那是不，我们不能用否定的陈述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回答一个问题必须用肯定的陈述。党性是什么？党性其实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纪律，党的纪律，一个是党的服从党的安排，就是党的纪律和党的服从性，就是党性。所有的党性其实围绕着一件事情，就是服从中央，服从中央的那个领导，就是党性。强调党性，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就是纪律。所以习红皮，现在中共所谓的党性还有吗？有，而且在加强，而且不断的在加强他的党性。情况打卡欧洲，上周末在米兰北部出现了缆车掉落的事件，15名乘客只有一个5岁的儿童生还。3天后，缆车公司的老板、维护主管和维护工人承认事故人为失误，几个人面临极高的刑期，调查仍在继续当中。整个过程被所有媒体关注，检察官、地方政府战战兢兢，时刻对外公布调查进展。而同期发生在甘肃21人超马这个死亡，却遮遮掩掩，高低立判。好吧，那我这里就Amy Clubhouse 有没有发言？有没有人排麦？目前现在还没有。那个，因为我今天王老师这个题目也是就今天早上才出来的，我才看到的。对，然后我就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听，然后想听这个王老师到底在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OK， 就开始，因为开始其实就我看有人说这种暴力事件就是好像就全世界哪里都有，好像美国也不少于中国。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开始听到的时候，我也有一丢丢的这种想法。后面我听完之后，其实王老师只是用这个就是这种像一个抛砖引玉吧。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王老师其实讲得很隐晦。后面我越听，其实我发现王老师是在呐喊。因为这个平躺这个词就是我很久没关注了，所以我不太知道平躺是什么。然后我就上网去查。就是说，他的中心思想是不消费、不工作、不交流，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颓废主义。然后这个内卷又是内耗的一种状态，然后颓废主义加内耗的这种状态。那王老师又把这个什么斯科特的这本书又拿出来讲，其实我真的觉得，好深奥，王老师。后面王老师讲这个有吗？对王老师在讲这种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的这种霸权，然后呢，就是大家在探讨日常生活中这种反抗与统治意识之间的这种探讨。所以其实不是单单的就是说这里发生了斗争，或者那里发生了就是暴力事件。其实这个不是，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就刚进来或者不太清楚王老师在讲什么的观众，可以再深层的去思考一下。所以我 Amy， 我总结一下吧。我觉得需要总结一下，给大家一个清晰的线路啊。对的，我是在理你的思路的。现在你可以看，我们通过5月份持续发生的一系列的暴力事件，这一系列暴力事件，我们总结归纳是3点。第一点，它没有特定的对象它是没有恩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是非常残酷的、残忍的手段，用汽车撞人是非常残忍的手段，拿刀子去砍小学生，就是他非常残忍手段。第三个，他下手的对象都是比他还要弱的人，就是他手上拿着刀子，对面是有手无寸铁的孩子，
所以呢，基本上这3个特征，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事件？我推荐的这本书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在看待他这本书，其实在分析马来西亚的农村。马来西亚的农村，他在马来西亚农村待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农民的这种普遍性的反抗。这种普遍性的反抗怎么去改变一些政策？我马上想到的是人民公社啊。那么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他研究这种农民的普遍的反抗，他在总结这农民普遍性的反抗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讲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其实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农民的这种隐蔽的反抗，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是它呈现出来的形态是什么？它里面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在分析，比如说中国社会底层它的生存状态的时候，你不能光分析这个人群，或者是你在分析农民的反抗的时候，你不能光看农民反抗的这个状态，你还要看到什么呢？看到他面对的这个统治的严密性。所以这种严密性，就是比如说现在中共的这种数字集权监控系统这么完善，然后他的甚至不认脸都可以，认步伐都可以认出你来。所以他的这种统治的这种严密，还有这种暴力的程度，还有什么？还有洗脑。其实他讲的全部都讲到了，就是他面对农民或者是中国现在的普通的人，他面对的政权的这种强大，他没有办法正面的对抗他，没办法正面的有组织的对抗他的时候，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他的对抗会出现畸变，他会用各种形式变通的反抗，其中包含什么？包含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包含什么？恃强凌弱，包含什么？包含这种隐藏的这种代工这种现象，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个是躺平主义，一个是弱强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其中就是对更弱者进行欺凌。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通过日常的这种不合作运动，这种躺平，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反抗，我们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看见。这本书它其实是，它当然没有直接讲，它其实也是在研究马来西亚，其实也在研究集权社会。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不仅仅是要讲暴力事件本身，也不是在分析暴力事件它的共性，而是它反映的是当今中国社会中共的集权非常的强大啊，内部非常的强大，又是洗脑，又是枪杆子，又是暴力。中共本身嘛，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那么他不遵守社会的契约，他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昨天有一个网友在节目里面问我，说这个文革 2.0 它呈现的形态是怎么样？文革 2.0 呈现的形态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政府或者是执政者或者是独裁者，他不遵守社会契约，他想干嘛就干嘛。他对社会产生的冲击是什么？就这个社会就变成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社会，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弱强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就是对弱者的这种暴力行为的背后的社会根源是什么？社会根源这就是社会根源。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要讲就是这种社会根源。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来，目的就是这个，好吧？那我再念几个好吗，艾米？好吧，那我们那个上来2个小伙伴，那你先让先阿呆先说吧。阿呆你在吗？我在。你可以开麦。请问那个王老师哈，现在目前为止，
像习大大这种做法，你认为他可以停留很久吗？可以掌权很久吗？你的看法？这个问题是个终极，这是个天问啊！中共的权力转移方式是不透明的啊，就是说由这个人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个过程是不透明的。这个不透明的过程导致了我们对中共的权力的交接转移是没有办法分析。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黑匣子理论来理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会继续执政至少一届，一届就是5年。那么也有可能继续执政2届，2届之后怎么样还不好说，因为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是什么概念？中国和全世界闹翻啊，当然核心的是西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闹翻。也就是说，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其实是什么？是西方世界给中国带来的这个经济利益，让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成果，中共可以延续它的政权。如果没有这个成果，中共早就灭亡。那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和西方世界闹翻，这是一头。第二头，中国内部我们今天构建的这个题目，其实目的是呈现一个给大家看清楚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个社会状况。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北上广深非常漂亮的一个橱窗，但是这个橱窗只反映了一部分。橱窗后面是什么？橱窗后面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中国内部的这个高压锅压力已经大到有些人在内部用其他的方式在反抗，这种反抗看得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要分析这些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什么。社会根源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是第2条，就是外部的条件和内部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之下，你说习近平能持续多长时间？我不清楚，因为中共内部政治不透明。但是从目前来看，你看不到有其他的政治人物能够有条件挑战习近平。所以可见的未来，比如说5到10年之内，习近平还会继续执政。但是会不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导致这件事情发生改变，都是有可能。中国的历史不可预测，这就是中国历史最特别的地方，好吧？谢谢你，谢谢这样。那个王老师好，大家晚上好，就是能听到我声音吗？就是就是我们都知道5月份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的，包括那个大连的，包括湖南，包括这次南京的，就是说可能是我姑且比较善良的认为，可能这每个事件可能本身都是孤立的，但是呢我们如果串联起一系列孤立事件，可以看出来其实还有很多人都值得我们特别去深思。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怎么说呢，就是我推荐的想了一下，就是可能是如果我们从最深层次来看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就是我国目前这种高效发展模式的很多是一种必然结果吧。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改开以来，我国长期以来怎么说，就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呢都是一种怎么说呢，是最大化效率。但是呢，为了实现这种效率最大化呢，我们去忽视了很多，比方说公平，然后包括人权，然后包括福利，包括环保，然后通过这种高效发展模式，从这种优化的角度呢，去扩大再生产，去扩大生产资料，然后以此来形成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去实现这个社会财富的一个最大化的一个累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从这个福利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怎么说，就是公平、人权，包括福利、环保，包括对这个弱者保护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增加了规制成本，因此它是不利于这种优化的经济发展路径的。因此呢，就是从我国这种模式来看的话，必然会导致就是怎么说呢？目前国家它不怎么去管这个996它也不怎么去管这个平权，也不怎么去管这个福利就导致了一种高度的怎么说呢？就为了去实现经济高度发展，从而去衍生出很多这种社会的一些高压事件。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就必然会导致很多，比方说比较恶劣的一些社会事件的发生。
那么有没有解决方案呢？解决方案可能就在于我们可能就是从根本来解决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转变这种帕累托优化的这种经济发展路径。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发展路径的话，它是两方面决定。一方面是我们需要足够多的这个资源来进入市场，提供市场资源；第二点的话，我们需要这个资源在市场中进行比较高效的优化配置。那么我国目前所走的这条路，就是说，因为我国是一党专政，所以说这个资源是控制在政府手里，所以说这个资源进入市场的一个效率实际上不是很高，因此我国就需要进一步去优化这个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去降低福利，然后降低这个劳动保护，然后去降低环保标准。那么进一步，如果我们想就是如果我想真正去转变这，不好意思啊，那个谢谢啊，就是那个你能不能就是10秒钟总结一下？对，总结就是说可能是对，这总结就是我国将来如果能够变成一种更包容的、更福利的发展模式的话，可能就是会降低我国的资源效率配置，因此可能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从这个资源释放这个角度去提升这个经济效率。那么就是我国如果真正想成为这种比较包容性的福利社会发展模式的话，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比较深度的这种制度改革，比方说政府放松资源管控，那么我国或许可以继续成为就是继续走这种比方说可以高效发展，同时呢可以继续提高这个福利路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好了，我可以回应一下你。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知道你意思了，我来回应一下啊。这里面有几个基本常识的错误啊。第一个，从人权、从这个社会公平，不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忽略的啊。它是首先有一个经济制度，首先有一个政治制度，然后才有改革开放，然后改革开放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忽略的，它是代价。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经济成果，然后它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公平性和人权啊。那么这不是忽略的，这是代价，是因果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出现的这个社会问题，它并不是因为要保证效率就牺牲掉了，不是的，是它根本的它的社会制度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所有的老百姓获得一个好的生活，不是的。中共的所有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共的政治目标。中共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把红旗插遍全球，要解放全人类，要控制所有的人。所以其实你现在看到的社会场景就是中共的政治目标啊，这个监控录像啊，所有的人都要实名制啊，所有的人都控制在我手里啊，这就是他的政治目标。政治目标不是让你们每个人都肥得流油，不是这个意思。我要消灭的是什么？私有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经济高速发展不是目的，经济高速发展也是手段，是实现它政治目标的手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本末倒置。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解决经济高速发展的障碍，不是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改变的是什么？改变中共本身。它不能有那个政治目标，那要改变政治目标。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要改变这个问题。国家的目的是人民的中国梦的内容是什么？这是核心的问题，好吧 ？OK。那个可能就是可能我说跟您说那个并行不悖。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把你的麦给关了。那个我们就是我其实已经给你的时间蛮久的，对，给你的时间蛮久的。辩论。其实我真的也快笑喷了，真的。其实礼拜天嘛，礼拜天上午大家都相对轻松一下，因为让 Jack 下来吧，让 Jack 来好吗？好，Jack 在吗？在。好，你开麦。Jack。喂 ，Jack， 你说。Jack， 王老师。我今年快60了，听了你 N 多年的节目，你每天上午和晚上的直播，后来在这个油管上的，我是属于比较潮的CCP。OK。我只问一个小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
有几种选择，我给个边界：第一，做个听话的小粉红；第二，忍着；第三，两面人。您看还有其他选择没有？谢谢。做个小粉红，然后是忍着，然后是叫什么？第三个是什么？两面人啊，两面人。还有一个选择啊，躺平啊。对，非暴力。还有一个躺平啊。躺平就是非暴力嘛。对呀，不合作运动啊。我认为王老师，我打断一下，我认为躺平就是忍着。躺平就是忍着这一类了，这可能是忍着的另外一种变形。OK 变化的方式。还有一个选择，离开。你说。还有一个可能是离开啊。离开是一种选择吗？我们肉身离不开，目前肉身就肯定离不开。肉身离不开，那就可能就这三种了，啊，可能就这三种了啊。你说的对啊。Jack， 当然还有第五种啊，还有哪一种？对，王老师还有第五种啊，你说。像大武胸、大炮这样的。那有啊，这些少数的是啊，不，如果你说的是普通老百姓他的生存状态，我们当然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看不到，其实，在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像大武啊，像这些大 V 们的反抗，我们很多时候是看不到，但是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选择，就是生存的选择，他们是在反抗啊。中国有很多人在反抗，用各种形式在反抗，其中包括什么躺平啊，这个我是大概是这样吧啊。OK，Amy，好，我再补充一下问题，对啊，这个王老师最后一个，如果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会选择哪个？我选择离开啊，我选择了离开啊。王老师已经离开了，好吗？肉体跟心身已经离开了。OK， 我念一下这个 YouTube 上面的观点，好吗？谢谢啊。对那个，好啊，观点：欧美国家社会也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是民众有游行和发表的权利，任何矛盾都无法长期人为的压制。民众通过游行甚至暴力游行释放情绪，同时执政党也必须正视民众的要求，甚至过分的要求。这种看似混乱的局面反而保证了社会的良性发展和长治久安。反观中国，政府和大部分民众都极力在制造一种和平有序的社会现象，但是反抗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我这里要讲一下啊，就是说有些网友在提出来说，我们其实全世界都发生暴力事件，全世界都有这种治安问题等等。那我在这里要讨论，我们今天讨论的边界讲的是中国，中国的基本的政治状况就是中共独裁，中国没有人权，中国的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利，最重要的是没有政治权利，没有政治权利，他的生存权就保证不了。还是那句话，没有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饭都没得吃。所以我们不能够拿什么呢？我们不能拿美国发生的暴力事件跟中国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系列事件进行类比，这个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很简单，美国人至少他也有4年1次把这个总统换掉，他对政策不满意，他有这个权利。中国没有，无法拒绝，无法反抗。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在一个这样的场景之下，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再用欧洲、美国、日本发生的事情来跟中国对比，这没有可比性，这根本就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区别，好吗？提问：当前许多社会暴力和受害事件被媒体报道，但以往媒体都是被中央政府控制的，请问王老师，为什么现在中央政府对此不控制？那中国的媒体不是中央政府控制，有中央级新闻单位，那是中央政府控制的。
那有地方新闻单位，就是地方媒体控制的，那么还有这个基层新闻单位，有基层政府控制的，不同层级的政府有控制不同层级的媒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媒体也没有全部报道啊，现在媒体大部分媒体是不报道的啊，特别是当地媒体不报道。以前呢，就是隔壁县的媒体报道这个县的事件，那么现在隔壁县的媒体也不让报道。它会出现什么情况会报道？出现就是这件事情已经通天了，网上都是了，那么警察就出个公告，然后这个就报道那个公告就好了。所以也不是不控制，一直在控制。从中共对媒体的控制，没有一天放松过。就算是文革，中共对媒体的控制仍然是一模一样，没有变过啊。观点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说过，改革开放中国人积累的财富是60万亿，而中国的财富转入房地产规模5年就达到40万亿，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财富大转移。中国人都逃不脱这个大的剥削圈套。情绪，躺平是结果，过程才重要。有人欲往上爬而不得，选择躺平，而我躺平是出世的本性和持意见遭排挤开除的绝望情绪使然。这两者区别是，前者的理想生命形态不应是躺平，后者的理想正是闭门造车。这词不加细分的流行，不免让人把这两种殊途同归的人粗暴地概括在一起，直接抹杀了内庆归隐的人格。因不其然成功引起党不爽，又来发动宣传战，但倒也因我的反贼给躺平抹上了罢工不合作的色彩。若不能拆倒高墙，也不会给他添砖加瓦。 OK，观点，在严控媒体的情况下，这些悲剧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内连续爆出？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有新闻说，有几百万辅警要转正，天朝解决国内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镇压。OK， 好 ，Amy 到你。好吧，那个 Paul 在吗？在。好，你可以开麦。好的，我其实是一个观点，也请王先生评论一下。就是我一开始想的时候，讲这些暴力事件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既然很多都很可能面临死刑，既然死都不怕，为什么不会去寻找一些他们的痛苦的最终的负责的人，或者说他们直接负责的人，比如说某些政府机关或者什么，而是寻找更弱智的这样群体去报复。后来我联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比如在西方世界也存在的这样一个靠警察自杀的这样一个状况。其实就是说自杀造成什么这些都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我就认为他们可能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他们自杀包括直接面对这种公权力的这种挑战，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需要比死更大的一种勇气，所以说他们才会去选择他们认为更弱小的人去下手。就是我的这种想法，请王先生评论一下，谢谢。我们如果需要我们去评论个别事件的话，我们必须找到当事人去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是介入到事件本身去，我们才能够具体的谈到某些人他处于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的分析呢，基本上不是去讨论个别案件或者是个体案件，而是分析这些案件背后的共性，然后分析这个案件本身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心理。所以呢，如果我们切入到个体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叫就事论事讲。我们现在不是就事论事讲，我们是就社会现象来分析。所以我不倾向于用你刚才讲的那个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如果具体的要分析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条件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找过当事人，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有新闻报道跟当事人接触过、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认为还是那个话，就是为什么
我还是用这个 Scott 他那个书的解释，就是当他遇到一个强权，这个强权他没有办法进行反抗的时候，他会出现扭曲，他的反抗会出现扭曲，而这种扭曲引发了什么？引发的一个可能性叫人人反对人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欺压更弱小的个体，这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好吧 ？OK，Paul。好，王老师，就是你油管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你油管上？好，我油管先结束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好吧？好，最后一个观点，王先生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中国一系列现象的背后的成因，非常有深度。希望以后能够看到更多此类的节目，谢谢啊，谢谢。明谢，周明，谢谢，魏唐，谢谢 ，Thora 和谢谢 ，Mika 卡，谢谢 ，Helen 谢谢 ，Kevin 谢谢。好，今天我们 YouTube 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